好吧？陈时中哦，他政委员哦，他都喊了2月起要拼大罢免。你这个党跟党之间吵来吵去就没话讲。你政务员是一个行政拿纳税人的钱呢，那个纳税人不是只有绿的，蓝绿都纳税哦，所以你一个政务员出来喊这个话，其实是跟你的身份是不符的啦。你们搞不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哈。所以呢，你还以为你在搞党，你还以为你现在是候选人呢哦。所以呢，这个在蔡明轩的竞选总部草屯了哈，整体的王一川、陈时中都去站台了哦，说这是罢免的前哨。为什么？因为草屯镇长哦，草屯蛮重要的一个镇哈。草屯镇长是国民党的，那过世了哦，所以他现在补选。那现在蓝绿都推出人来哦，所以他们去替立的辅选了哦，说他们这个草屯镇长就是罢免的前哨战。其实罢免的前哨战是基隆嘛，基隆呢才是罢免的前哨战哦，但基隆显然没罢成嘛。那现在反正只要现在有选举，都把它当成一个前哨战哦。黄国昌说他已经不适合任政委了，你政委还没乱讲话，你讲些什么呢？哦，要求立即更换哦。那另外呢，他们现在呢，柯建铭是要罢41个立委了，柯建铭要双罢嘛，一方面罢韩国瑜，一方面罢41个立委，同时呢，最好发动公投，把立法院通通干掉啊！那这边另外一个呢，是有列了27个国民党委员被锁定啊，被锁定啊。我是觉得你说哈，锁个3-5个哈，全力去猛攻，还有点道理。你们搞几十个，你在搞什么啊？那你这样搞，蓝营一定也会选几个民进党出来罢嘛。到时候因为两边的气氛一定都很强烈，都很难讲，到底谁会被罢掉都很难说哈。那罢免团体呢也摆摊联署，哦，徐巧芯啦、罗志强啦、王宏文、李彦秀啦，哦，台中的廖伟翔啦、黄建豪啦、罗廷伟啦哈。最早传出来是台中了，因为新科嘛，哦，你就欺负新人哦。其实新人你应该给他机会，让他慢慢成长。先是要罢台中，现在连台北也要罢哈，这根本罢不成的。有些地方也还有点机会，现在是罢不成的。那另外，民进党也有人被蓝营发动要罢免4个哦。4个绿的民进党的立委呢，也被蓝营发动要罢免哈。那另外呢，他们就说国民党并不是软柿子了，哦，你罢我，我就罢你嘛，然后到时候看嘛哈。就算其实罢免这种事情呢，就算不成哈，当事人也一定要想办法去这个力战嘛啊，那都是脱层皮的事情了。你不要看点了名罢免你，那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啊。你就像谢国良，对他这是没有罢成，是成长了啦。但那个过程是很艰苦的啊。那他们点名吴思瑶、吴佩益、苏巧慧、张宏禄都可能成为被罢免的对象啊。那么另外呢，这个第一个是马英九啊，马英九当时啊，这个妈妈过世的时候呢，办丧礼啊，陈欧珀当时前立委跑去闹场，民进党当时啊还道歉，哦，还停他的党权。哦，当时至少觉得这不应该哦，跑到马英九妈妈，人家都办丧事这么悲哀的事情，跑去闹什么呢？哦，那这次呢，黄国昌附上了，哦，所以就没有刮胡子。当时看他没刮胡子，是蛮憔悴的，那就被苗博雅他们去讥笑，哦，说呢啊，他这个反正就是笑他一顿啊，意思是他为什么不替柯文哲这个办啊？就后来才知道说，黄国昌是因为爸爸过世，哦，所以呢。通常就是不剃胡子啊，不理发等等哈。那所以呢，这个那青鸟呢，又在他们的那个大概宣传什么诅咒国民党的立委，通通等于电了，看到没？通通去死啊！哦，所以呢，徐巧芯就说，这个青鸟咒黄国昌跟蓝委都去死哦。那所以呢，这个徐巧芯说。那这跟嘲笑人家爸爸、嘲弄人家爸爸有丧礼不是一样吗？这不是叫人家通通死了？我们看一下。现场3万有这个举手，无人敢举。我无，我看你的面就有。啊，这大要现蔡明轩一个公道无？要无？一上台就把炮口对准国民党民进党立委王一川，5号替自家南投草屯镇长补选候选人蔡明轩站台，除了全力拉票，更放话将开启全台大罢免潮。顶个讲叫你唔通投马文君，你就硬要投。即摆我一立法院内底交罗美玲，阮来坐做伙，
那听到迄马文君讲的，拢会气破病呢。选啊选唔对，做民意代表，搁咧三咧乱创。人民发动罢免是拄啊好尔，对唔对？批评南投现任在地立委马文君、王义川话说得很重，不过这回蔡明轩竞选总部成立，民进党可是来势汹汹，不止立委王义川、罗美玲、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政务委员陈时中、卫福部次长林静莹，绿营不分派系，纷纷来相挺。2月1号将来，按特别大罢免，一路甲行落，台湾的政治较能够拨乱反正。如今选罢法3读通过后，民进党是草屯镇长补选为大罢免的前哨战。王义川不了解南投人，南投要的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今天我们看到蔡明轩他的竞选总部成立来的都是外地人，志忠是一个政务委员，他在上面讲2月1号要罢免，他非常的不适格。民进党油门踩到底开战，蓝营也就防守位置全力迎战。好了，这个草屯镇长原来叫做简景贤，猝逝，突然就在过世了。他的办公室。那在办公室哈，然后呢，国民党现在候选人叫简次胜，民进党候选人叫蔡明轩。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跟民进党对决，来，这个廷飞怎么看？我觉得啦哈，这个在选举的场合的一些选举语言，当然是无可避免哈，但是。我觉得行政官员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个发言，就是说在这个大罢免，确实因为你面对的是行政官员跟立法院之间的关系，那你说大罢免，这个或许这个立委可以讲。王义川，你说这个在选举过程当中，然后你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你的攻防或是说法，那都没有问题。可是。确实，如果以较政务官的部分哈，我们也要呼吁，就是说未来如果有一些政务官去参与站台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要避免所谓的这个大罢免这几个字哈，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是罢免的问题都是由民间团体去发起比较适合，不应该是由政党，因为政党就会像现在一样，就是说我罢免你，你罢免我。可是重点是我们2月1号开始还要在立法院继续开会，那么在这个开会当中，是不是又造成了另外一个在立法院整个法案也好，还有我们的讨论攻防当中，又会有另外一波所谓的一个对峙与争执哈，那其实就会把整个社会搞得非常的乱。所以2月1号开始，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立法院乱，然后呢，在社会上又开始2月1号的大罢免潮。民间也联署，然后呢，大家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这样子，所谓罢免来罢免去，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民众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当然。这个民意代表或是所有的民间团体，他会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推动或说法，我们无法控制。可是我觉得政务官的部分还是要尽量小心，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中立的一个状态之下，还是要做一些分寸的一个拿捏。对了，就是说本来大家现在都在讲说立法院应该和解嘛，蓝绿应该和解，才能推动一些。赖清德你是当家的。你有很多政策需要推动，将来有政绩嘛？那你要推动，要立法院的支持嘛？那立法院支持，立法院必须要和解嘛？不同的党派必须要和解。那你在社会上发起一个大罢免，可气氛一定不好嘛？怎么会好呢？你看谢国良被罢免那个时候好吗？国民党都去帮他站台嘛，对不对？民进党也帮他，这本来说没有了，其实都有了，就变成说你蓝绿这个剑拔弩张，那在立法院可能会好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来，季凯。这个陈时中这个角色严重错乱，遭奸体啊！这个政务委员是在做什么事情？政务委员很重要，是不管部的部长而且他是卫福部的部长下来的，他要协调什么事情，监督什么事情，就是卫福跟医疗啊、社会福利啊，这个是最温暖的事情，最能够帮助一般民众了。结果你老是去插手政治的事情，你看他上台以后到现在发言很多跟政治性都是有关的。角色严重的错乱，他现在停留在以前那个参选台北市长那个年代吗？赶快要调整，这是一个。第二个，不管部的这个部长、政务委员，你拿的是人民的纳税钱而且你是接受立法委员，接受立法人监督的，基本上兵都过来，你说罢免一堆的41个区域的这个立委大罢免潮，
所以为了招经起来，已经要叫王一川两个哈变成招经2人组啊。王一川他是立法委员，虽然进来有很多的问题，可基本上他喊罢免可能还有点道理。你说陈时中整个搭上去变成招经2人组，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那刚刚我在讲还是更严重的。青鸟从一开始到那个立法院在围立法院的时候，那时候就去帮黄国忠设那个灵堂了。现在你还诅咒人家那个国民党立法院去死，这好吗？青鸟不是很多都是知识分子跟年轻人吗？回过头去看看政策好不好？不要相信民进党的这个谣言的同时，要注意一下，你包括现在发起的很多什么那个罢免的，你到底有没有道理？现在更重要的，台湾就是要和谐，政党要那整个社会是要和谐，政党是要和谐，整个社会是往前走的嘛。你们多帮这个社会的和谐，多做一点事情，不是那种报复性的什么大罢免潮，这对台湾会是好的事情吗？我拜托一下，青鸟再好好回去想一想，包括你们有几次都被骗来。上次本来就说立法院没有这个议程，你们被骗来就是说，包围这个立法院。后来你都发现，你们很多人也都后悔了，对不对？刘教授不是在呼喊你们吗？不要变成民进党这个侧翼啊，清醒一点点，清醒一点点，要有明辨是非的这个能力，这个才是最重要。尤其大罢免潮，恭喜在，搞不好弄到后来是民进党被罢免比较多啦。那更严重是这个整个罢免这个过程里面，对台湾社会会是好的吗？整个那个动荡是不安的。金麦赖清德已经讲了，他邀韩国瑜去喝大和解咖啡啊，坐下来嘛，从这边做一个好的开始啊。之前有一个好的开始是什么时候？以前外交部长林佳龙，他为了那个民主基金会那个执行长那个人事案，他就丢出一个橄榄枝啊，后来跟韩国瑜2个就和解了嘛，这个人事案就解决了。我们那时候就顺着这个好的发展去做。现在如果说赖清德邀了韩国瑜，那大和解咖啡也合成了，我们顺着这个好，我们多做一点好事，让整个社会往这个比较和谐方向，不要去推动什么大罢免潮。他这个店就诅咒人家死韩国瑜头还特别大，那边赖清德要请喝咖啡，这边就诅咒人家死。我刚刚才仔细看才看出来，那个金头玉，这个是罗志强跟徐巧芯，他们把它砸成2个纸娃娃，就是要烧掉的意思啊，就诅咒人家嘛。我觉得搞政治搞到这个地步，真的是很没品了，真的很没品。休息一下，等会。好，那么韩国瑜拜托说，今天要协商，气氛融洽一点了。我都快被你们罢免了，因为柯建是要罢免他嘛。那现在蓝罢绿，绿罢蓝，到底会怎样？我们看一下。青色国民党立委照片全成了黑白照，下一张徐巧芯跟罗志强被 P 成金童玉女。徐巧芯脸书射出照片，大酸新政治真香。他们其实现在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我们要全面运用所有民进党的资源来罢免你。过去他们都说那是公民团体，现在直接不演了。痛批民进党为罢免毫无人性，不过民进党强调自始至终没介入。而看看目前正进行中的新北叶元之，台北有徐巧芯、罗志强等4人，台中则有民团喊出费翔、段检和曹罗。另外桃园、竹市、云林也正酝酿中，算一算还不少。国民党不是软柿子哈，我们不会坐以待毙。国民党第一波锁定的将是双北绿营立委，北市有吴思瑶及吴沛忆，新北则有张宏陆及苏巧慧。我在国会的表现和地方服务的态度都可受公平。我被提要被国民党列为罢免之首，我其实也非常的习惯了啊，那我非常的平常心。若依现行选罢法，所有的罢免案尽管都得等到2月1号才能提出，不过先前只要有2%该选区的选举人联署提案后，就能进入第2阶段，也难怪罢免联署遍地开花。但新法若在2月1号前送出立院且生效，只怕罢免团体白忙一场。其实理论上现在还不能联署，对，因为2月1号才满1年嘛，对，满1年你才知道他到底做的怎样嘛，没错，大法官都是他们家开的，中选会主委就说这个是自由新政啊，我提一下陈时中他公开讲说要罢免立委，2月1号开始他要下台，我们绝对强烈要求他下台。现在这个民众党已经主张他下台，我们也主张他下台。他不下台就把预算砍掉了。他如果不下台，我们后面还招，这个预算还在审，然后还在审。这里面来讲的话，卓荣他也要给个说法。你今天来讲的话，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结果你是政务官，
然后你公开讲，你去站台没有问题，问你的人去站台做多好可以，但是你说要跟这个立法委员的对干，要把在野党的立委罢掉，这个我们不能接受。然后你注意看哦，这个现在柯建铭讲的说全台大罢免，他是41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没有一个幸免，包括我在内，我早就被列在上面了，通通要被罢免。那这样子的话，那国民党吃素的，我们全面罢免的一样啊。好，那就什么意思？选举到现在不到1年呢，那等于再选一次嘛。这个东西只要你被列了成案了，要投票，那个都很痛苦，那个就是等于另外一次选举。谢国良就看好了，过程当中这么辛苦，等于重新选举。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柯建铭他不是很聪明吗？他怎么会讲这个话？要讲的你会觉得颠三倒四，但是你我把它翻一翻，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他好像被赖清德切割。可是我补充另外一个角度，不要忘了赖清德针对这个3个法，宪诉法啦、财划法啦、选罢法，赖清德说什么？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对不对？他说民主是什么？人民有选举罢免的权利。赖清德间接在鼓励罢免呢，难道不是吗？只是柯建铭把你心里想的把它讲出来，就这样子而已。我觉得这样子超越新闻会好，老百姓真的希望想要修身养性啊，让社会休息一下，难道不可以吗？好吧，这个你爸我爸你都是依于湖底哈。那赖清德没错了，他说更大的民主就是复议嘛，大法官嘛。罢免嘛，那个他就是3招在手里面嘛，哈，那另外青鸟啊什么那个在侧翼，那是另外的哈。好，柯建铭到底写的7千字写什么？我们看一下。柯建铭的鬼话是民进党的真话。国民党立委炮口一致，瞄准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这4位委员在底下留言打气，到底是众叛亲离，还是分进合击？完美的切割，发挥我们。黄昏总召最后残余价值。柯建铭4号在脸书贴长文，文末还标记5.1战队的各个立委账号，但看了留言，仅有吴思瑶、范云、陈培宇、赖慧媛等4位立委隔空回应。总召跟我们是完全没有问题哈，总召非常尊重大家，那就是党团的一个独立运作，其实这个也都很周全。因为柯建铭喊出要双罢，但据了解，并非府院党及立院党团的共识主张，让党内高层有些维持，尤其知情人士透露，换院长非党内高层的一项选项。党团所进行的攻防，那跟国家元首所保持的这个高度以及朝野和解这样子的角色分工，当然有所不同。凤馨，我很好奇，现在民进党到底是在唱双簧，还是柯文哲的暴走？因为柯建铭的暴走哈，因为你看到柯建铭呢，他从第一时间的发言之后，隔天我就看到《自由时报》说，民进党中央没有讨论过这个议题。然后呢，隔天再发一个新闻，《自由时报》再发一个新闻说，民进党中央府院不赞成。那这是切割吗？如果是切割，为什么不能够光明正大、公开的说啊？所以。一个柯建铭，然后另外一个陈时中，还有一个王义川，3个人的态度，他们谈的都是大罢免。坦白说，我们如果切割出来的话，在草屯镇的辅选这件事情上面，我在想，因为我自己曾经看过很多的地方选举，我们那时候采访的时候呢，其实试着要去问地方人民的心声。我想这个廷飞在这边，大家也很清楚，你在选这种地方乡镇市长的时候，大家要的就是能够服务地方的人。绝对不希望说我的选举变成你政党操弄的工具。可是他们现在刚好相反，他并不在乎说他们提名的人到底会不会做事，只在乎说，你们可不可以成为我的政治工具？我还想，如果我是对我如果是草屯镇民的话，我在想说，民进党中央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把我们当工具，就把我们当另外一种青鸟吗？就当我们是投票工具，然后帮你们泄愤，然后帮你们去这个推翻，帮你们就是输了然后不认输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吗？就你把地方选举当成工具这件事情，是多么伤地方民众的心。我觉得草屯镇的民众反而是要好好想清楚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是如何，他们3个人各自有代表性。那请问一下赖清德到底赞成不赞成吗？你自己说一句话。今天记者问他不答。对啊，你这样子躲避是没有意义的嘛。
你躲避当缩头乌龟，请问一下，这就代表着你面对事情了吗？你解决问题了吗？今天台湾吵吵闹闹的，立法院其实去年一整年等于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反对党的人，好在野党的人通过的法案，然后你行政院就百般阻挠。其实行政院在财划法当中到现在没有一个好的说帖，所以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个个也很抱怨，因为我们地方政府真的拿到钱了，你要叫我们怎么样反对到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看不出来整个国家有往前进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发现政府吵吵闹闹的。过去这个吵吵闹闹，我们觉得各自政党各自归队，但是当民进党喊出大罢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输不起的人在哪里了。那听没？真的会大罢免吗？真的会？柯建铭到底自己想的，还是整个民进党的这个规划是这样？其实应该是说在，这个所谓选罢法、财划法跟宪法诉讼这3个案子当时候一次通过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所谓讨论，内部讨论说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就是说包括是不是所谓的行政院的态度、总统府的态度，服不服属啦，服不服役啦，对，就是我们立法院的态度。可是就是说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个推演的一个版本，但是你说要到了大罢免的部分，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选举过的，你罢1、2个都还可以，你所有的所谓目标值把它集中在某些。真的是大家觉得他在发言或者各方面有比较严重的失言，或是在整个背离他们地方民众的要求跟需求的这些人身上，或许你罢免得了。可是如果你全面性的，你整个焦点都散开了。你有没有那个能量？也就是在民间团体当中有没有那个能量去做出这些事情？那你说有党不可能有党，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罢免的部分，我们在整个选罢法里面也很清楚，在罢免你不能有任何所谓政党的相关的一个推动，所以这些就等于是大家在目前都是在一个所谓政策攻防。那我想总召会去讲这样的一个方向，是说真的在整个局势当中，似乎在立法院已经无法沟通，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是不是他会去这个推动这所谓的双罢免？可是这双罢免有很多的困难度，那目前也没有共识，在我们立法院党团里面也没有去讨论过，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在很多的攻防里面，那总召有时候他当然要站在一个所谓未来的一个现在目前所遇到的立法院的窘境，然后去说出他的一个说法。可是这是不是真的是已经变成是共识？我觉得这是有他的一个困难度，因为41席的罢免，那要动员多少的民间团体，要动员多少的人？那是不是未来就像我讲的，2月1号马上就要在一个新的会期，我们这个会期还没结束。那么再过了1个年，又下一个会期要结束。好，下一个会期结束，当你在进行罢免的时候，你要罢免这41个国民党的立委。那么，请问他们在立法院开会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么这是人民需要的吗？那是不是转嫁在整个纷乱当中，又会转嫁在执政党的身上？在你无法推动的所有的政策当中，会回归到人民对于我们的质疑。所以这个真的是要非常多的一个思考。所以我相信今天赖总统没有办法当这个媒体在询问的时候，他没有去做回答，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因为有人说这是柯建铭的垃圾时间啦。好，因为柯建铭当年在立法院可以是呼风唤雨，民进党是完全执政的时候，他不用讲了，那就是他这个一统天下。就算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王金平当院长对他很礼遇、很客气，所以呢，他要反对什么，也都把你法案挡下来。好，所以呢，他不管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他都是这个一声号令啊，莫敢不从。就最近好像不是这样子啦。
哦，所以呢，有人说呢，他也自己本身有很大的感慨哦，这样膝盖动手术啊等等，你看拿个拐杖，所以这是他的垃圾时间。但是他昨天发了7000字长文说，这是我最有战斗力的时候，什么垃圾时间？哪是垃圾时间？哦，这是黎明时间哦。那吴思瑶也说，这是他个人的动足机先，并不是党团的，是个人的哦。那另外呢，这个今天记者就问赖清德了哈，说，哎，你们那个双罢又要罢免韩国瑜，又要罢免国民党那么多立委，到底是不是民进党的政策？赖清德没有回，微笑走过哈，微笑走过。尤英龙说，你今天如果不改的话，将来更痛苦。他说有2个错误了，第二个就是民进党自己票不够，还要非要推自己的院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推院长还好，因为有时候政党会表示他自己的主体性嘛。第二个说你是少数哦，你都不能沟通哦，然后你这样硬干哦，那这将来怎么办？立法院整个一定会很混乱嘛。哎，在野党不是吃素的，你什么都不跟他讨论，你是自己推的人，自己定政策，然后在野党干什么你都把他干掉，还要罢免，那你说这气氛会好吗？休息一下再回来。